大家好，我是张荣畅。在这里，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如果有一天地球不再适合人类居住，你会怎么办？我有个计划。我听到有些人在笑了，但是这确实是曾经4年级的我能够给出的一个异想天开、带有些许幼稚的回答。但是我的回答没有止步于此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有个故事要带给大家。4年级的我还体验着一个小朋友的轻松周末。那天盛夏阳光正好，穿过了层层交叠的百叶窗，打在了2层阁楼的地板上。那里一直是属于我的一个秘密基地，闲来无事便想画画。要画啥好呢？我斟酌再斟酌，于是开头这个问题便蹦出来了。随即便有了我毕生的第一个机器人设计。我选择了我当时最喜欢的动物，也就是猴子，作为飞船的外形，那名字也就理所当然叫 Monkey 了。图中能很明显的察觉到 Monkey 的外形并不圆滑，且有很多擦拭痕迹。我当时画的那叫一个费劲啊！回想当年，我是一个异常固执的完美主义者，画不好就翻面，两面都画不好就换张纸。哎，谁的童年不是这样的？就这样，我硬生生的把一旁的垃圾桶给喂饱了。直到我拿出第6张纸，卯足了劲儿，攥着笔头，一气呵成，再加上一对半弧形的大耳朵。4年级的我知识范畴并不广泛，因此我只在格子中加入了一些我熟知的基础设施，如游乐场、超市、大厅等等。然而这些设施都太过平常，种类过于狭窄，那这该怎么办呢？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我的第5稿。第5稿的房间种类从7种上升至11种。为了更好的整合每一个房间的功能，我为其一一标注序号。令当时的我最引以为豪的是，我还为 Monkey 配置了由1双机械臂以及1条机械尾巴组成的4肢。我把马戏团采奇风三角形替代成了引擎，机械臂则用于储存冷却水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考虑到了环保性。我在 Monkey 的外部增加了得以吸收太阳能的材料。我十分享受在这样一个炫酷的梦想中获取进步的快乐。后来的每一个周末，我没有再去翻看书架上那些儿童漫画了，而是一心琢磨我的设计。我十分喜欢梦想带给我这样的蜕变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就来到了6年级。那时我才刚设计完我的第15稿，我却意识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，那就是我的设计为什么都是2D 的而不是3D 的呢？这个想法令我灵台透亮，于是我便马上赶制出了第16稿。初次从2D 转换为3D 这个过程很艰难，即使比例失调令我无比抓狂，我也没有放弃。当 Monkey 从方格变成15个多面体后，我感慨万分。我想 Monkey 应该不是从前那样冷冰冰的线条，而是有血有肉的。我终于赋予了我的梦想一次生命。除了3D 的形变以外，在之前太阳能隔板的基础上，我还在飞船外部加入了隔热材料。世界艺术品收藏室外出舱也成为了 Monkey 的新分区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被真实世界当中的可持续性发展理念以及动感单车启发，因此我在飞船上推行了一个名为电能健身的计划。本计划的核心是在住宅区的每一间卧室都安装上单车，居民可以通过骑行动感单车
来为家中的电器获取电力。这样不仅能够提高个人身体素质，释放多巴胺，还能使整一个社区时刻保存环保意识。随着 Monkey 的设计步骤越来越复杂，学业也越来越繁忙，到7年级末 ，Monkey 被我搁置在了一旁。有时候我会在考试中落榜，但是我不会花时间在内耗上，因为它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我的精神支柱，推动我在学习的道路上前进。一直到去年年末 ，Monkey 任务再次启程，这次就由9年级的我来开始这个重任吧。我意识到我对于我笔下这个机器人的认知实在有限，于是我便找到了我的物理老师 Miss Monica， 寻求更多专业性建议。这是我初次使用平板绘制的第22稿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一稿虽然还是依旧未完成的状态，但是其外形的变化已经非常之明显。我采用了老师给我的意见，把飞船的外部设计成了流线型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细化了机械臂，我把其分成了3个区域。第一个区域则包含了外出舱、宇航员更衣室以及宇航员训练用的水库，这是方便宇航员进行外出考察或者定期进行太空行走，以便检查飞船出现的一些外部系统的故障。如果我们在飞船里面研制出来什么新的设备的话，也可以将其交给宇航员，让他们把这些设备带到太空环境，这样测试他们是否能在这个环境中正常运作。马戏团彩旗风三角形这个元素也被我重新加入在了本次设计当中，这次它成为了观景台中的一部分。还记得吗？上次看到这个元素还是在我的初稿。我想，这正象征了4年级那个童真的自己吧。即使在宇宙中航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黑暗的，但是我争取在路过美景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都能抓住时机去见证。这也许就是观景台存在的意义，就如同我那突如其来的梦想，即使把它落实到笔下，才叫造就了现在的我。我知道这个设计依旧非常稚嫩，但是我的脚步不会有丝毫犹豫，因为我知道，在过去这一路设计绘制 Monkey 的过程中，我不断地被它赋能。我现在才9年级，在未来更漫长的时间里，我依旧会被它赋能。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，我会把我学到的所有科学知识都容纳到设计当中去，也不会忘记设计当中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。也许未来有一天，谁知道呢？你可能会坐上我设计的宇宙飞船 Monkey 吧。谢谢大家。